我过来呢，是心中有些疑问，想向裴大人请教。你做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错，我是想改选官制。我知道苏荣清接这个案子就是为了为难太子殿下。按照太子殿下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接这个案子。但无论进退，他都是输家。所以，我提前把这个案子告知了陛下，然后同他商议，干脆就接这个案子，改选官制。你就是胡闹！你今日让他们提出这些个要求，再给你几百年你都做不到。你先起来。我不起，除非你今晚留下来。哎，我让你起你就起，哪儿那么多要求？我不起。给我起来！你是不是觉得同我和离了？你出了什么事情都不会牵连到我。今天要是柔妃没来呢，你当真要接下这个案子吗？好，如果这事成了，皆大欢喜；如果没成呢，怎么办？上一次你跟春儿改制有多难，你忘了吗？如果把世家逼急了，他们现在就反了，你怎么办？哎，殿下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改变是不需要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你的命呀！你是我的谋臣还是死士啊？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？我没说不要我的命啊！你要是不惜命的话，你当我丈夫做什么？这不还没出事呢吗？我不管你有没有出事儿，你冒险之前问过我没有？你是觉得你的生死与我无关，还是我不会在意你？问你话呢？我告诉你，裴文轩，你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是我丈夫，是我未来孩子的父亲。你就算是为了我，为了我们，你也应当告诉我，不许笑。你要是做不到的话，我烦死了。蓉蓉，蓉蓉，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要是因为此事你死了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不会的。我以后不会这样了，不会让你担心了。我什么事都跟你说啊，别生气了。你今晚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？我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？哎，你到底怎么进来的？那，我就这么过来的。殿下是爬过来的。啊？不，这隔壁我买下来了。回去吧。你不留我了？开玩笑的，我倒是想留啊。但是我想了一想，今晚呢是微臣犯了错，殿下要是留下来，那岂不是用这些事来掩盖我的错误了？床子之趣，本是风雅之事，不应当混杂在这些事中。而且啊，殿下说的是，我跟殿下不是盟友，我是殿下的丈夫，也是殿下孩子的父亲。往后任何事情，我都会提前告知殿下，与殿下商议。那就好。
那我走了。你小心啊。我伸手可好了。啊？小心啊。娘娘，请放心，殿下已经回去安寝了。嗯。苏大人，快请进。娘娘，娘娘，在下问个问题便走。今日书生的案子，不知是听了谁的建议？是有人建议，但也是我的意思。那您是自己想出要与世家直接斗起来？娘娘，您与肃王在朝堂并无根基，此案就连平越殿下都避而不谈，而您却迎头而上，怕是被人设计啊。话到这里，还望娘娘多加保重。娘娘，容奴婢多嘴，其实公子说的也没错。我何尝不知，但我无可奈何呀。这个案子是我当众接下来的。我原本想着，我虽不在朝堂，但由于我的出身，韩族暗中支持成儿的不在少数，能借此机会争取更多。但若这些书生不满意再闹起来，成儿的名声就毁了。科举的案子不难结，但我们根本没有改制的能力。奴婢以为，此事还是得绑着二公子。说，钱我不是都让王权送我去了吗？您要是觉得不够，我再接着凑。我东海吧还有一片封地，本来是给敦敏的，但是我现在觉得呢，要贿赂我是吗？记下来，王大人要贿赂我。娘娘，哎呀，王大人，我缺不缺钱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不过眼下倒是有件事你可以帮我。素闻你博学多才，我刚收到一首诗，文绉绉的，有点看不懂。或许你能帮我解读一二。哟，娘娘，这事儿啊，不早说吗？朱石巷中乌鹊忙，一朝枝头许凤凰。这两句大概就是说，有这么一只乌鹊，原本生活在一个环境非常糟糕的地方，有一天它突然飞上枝头，就一下变成凤凰了。后面呢？披黄顶绿口衔珠，难掩身着染夜香。这两句就有点复杂，不过简单说呢，一个人如果出身是卑微低贱，那么他即使飞黄腾达，他也掩盖不。王后文，你这个老匹夫，你位高权重，恐怕还没尝过什么暗刑吧？今天你若不招，本王都会让你尝尝的。母妃，我们走。王大人，奉劝你一句，早点招供，否则你就是东海龙王也没有用。好好伺候着。不是娘娘，这事是你让我解的呀，这没读过书的人怎么情绪这么不稳定呢？刑部侍郎苏荣清因照顾吏部侍郎裴文轩不周，致其受伤，罚俸3月，着刑部左侍郎裴礼明为刑部尚书。微臣遵旨。两位，可有话讲？陛下，臣等接报。柔妃娘娘和肃王殿下不顾朝礼，证据不足之下，直接拘捕了吏部尚书王后文。朝中重臣
人人自危，还请陛下彻查这么寒了满朝文武的心呐！臣复议，如今柔妃娘娘和肃王殿下已凌驾6部之上，无视大夏法纪，故而启禀父皇，此乃王后文贿赂母妃的银两，银两下面有王家的标记，还有他给母妃的手书。各位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来查验。证据确凿，即便太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。王后文坚守自盗，督察司受朕之命，拿了又如何？王大人，再帮我看看，这首诗算好诗吗？娘娘，我要是说这字儿像我写的，但这诗不是我写的，你能信我吗？我该信吗？那得看娘娘您自己呀。王大人，不妨你随便招几个人，我在陛下那儿给你求个情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如何？娘娘，今时今日，您还是不知道什么叫世家。我大夏朝表面上虽然有很多世家，但实际上，他们早已融为一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出卖一个世家，其实就等于背叛了整个世家。而身为世家的人，如若背叛世家，那么只有死路一条啊！所以，我什么也不能说。同理，娘娘您把我抓进来的那一刻起，您就选择了与整个世家为敌。王大人算是忠告，还是威胁？都谈不上。我知道，今时今日，我是出不去这督察司了。真的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我会把你的话转述给陛下。王大人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能不能把我的那些鸟给放了？柔妃娘娘，高义。儿臣以为科举一案可以结案，王后文等8名官员坚守自盗，干预科举公平且贪污巨款，建议问斩；而其余人等拒负刑期建议，恳请交由刑部量刑。太秦，你以为如何？回陛下，微臣以为可按照肃王殿下的建议来办。父皇，此乃查清后可以参加科举的考生名单，其中有123人是被人顶替过的。儿臣建议重启科考，将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还给他们。朱爱卿，有什么异议吗？恭喜陛下用人得当，肃王殿下雷霆手段，日后可为陛下功鼓。上官大人谬赞。父皇，儿臣自请担任本次科考的主考官，为父皇选贤。晨儿，你有这份心意，朕感到很欣慰。不过你年纪尚轻，难以服众，此事朕已经有了别的安排。来了，哎呦，哎呀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大人，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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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您身体无恙啊？老弟啊，你受苦了。裴大人，这几日不在，我们大家都很惦记你啊。是，感谢诸位，我这身体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裴大人，自从王大人背叛问斩，如今啊，这吏部群龙无首啊。柔妃娘娘还派人过来询问，问有没有人能够胜任主考官一职的。我等猜想，柔妃娘娘是举荐肃王不成，只怕打算换了大人，所以我们特意赶来与大人知会此事。是啊，是文轩无能，让诸位忧心了。大人过谦了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只不过是华金的卑微小卒，比不得那些世家大族啊。我们也需要有仰仗的人，裴大人就是我们所要追随的人呐。感谢诸位抬爱，明日我就回吏部，再与诸位共话未来。好，是啊。福来，福来！陛下，陛下，福来在这呢。现在是什么天了？回陛下，外面的天刚刚亮。朕怎么又看不见了？陛下，奴才这就悬于一过来。慢着，此事不要对外透露半句。可是陛下，您这已经是第3次了。没事，朕休息一会儿就好。福来，快！现在时间紧迫，你去给柔妃传个话，就说科举势在必行，快去！陛下，快去！是，陛下。科举舞弊案，督察司既已结案，柔妃辅佐肃王办得不错，会试已经拖了几个月了，总要快些。今年朝中的职位空缺甚多，当趁此机会，多为我朝选一些贤能之士。陛下说的是，裴大人尚在养伤，他本是主考官，不如陛下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多谢娘娘体恤。微臣身体已无大碍，这些时日也一直与同僚在联系。会试的各项流程，从试题、考场到着选流程，均已准备妥当。只要陛下应允，随时可以开始。那就跟礼部在本月定个日子，不要再拖了。微臣领旨。陛下，裴大人到了。微臣见过陛下。免了。怎么，廷岳肯放你出府了？陛下莫要取笑微臣了，微臣都快成大街小巷热议人物了。看来平岳是真的很喜欢你啊。殿下是，殿下是个简单的人。此番会试，务必力求公正。朝中需要做事稳妥之人，对内，朕需要清明文治；对外，朕一直希望能一举平定北方，以免常年受外邦滋扰。裴爱卿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或许，明年可以增设武举。武举，这个主意好。裴大人，陛下对您寄予厚望。近日陛下
可是身体出了状况。陛下已经连续2日起床以后失明片刻，看来是要变天了。朕一直希望能一举平定北方，以免常年受外邦滋扰。爱卿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或许，明年可以增设武举。武举，这个主意好。朕一直想组建一支真正属于皇家的军队，武举好啊。朕还想着，北伐之后，在南方派驻10万军队，就地生活，传播我大夏文化，感召外敌。100年之后，南方定然稳定统一。陛下深谋远虑，定会一一实现。另外，南方水患多年，不能总想着修补堤坝，当开河改道才是正经。可惜呀，天下精兵钱粮尽属于世家，可世家呢，只求自保。莫说主动北伐南征，就算打到家门口了，也只想着议和。一群孬种！朕的这些想法，你怎么看？陛下乃圣君，微臣不敢妄议。但说无妨。臣之一族本是寒族，因陛下赏识而得盛名。我父愿追随陛下，微臣之心，亦如我父。很好。你们裴家和成儿的母族，虽然出身寒族，身份差了点，但是你们胜在有赤子之心，日后要好好替朕处理朝政之事。特别是成儿，他年纪还小，你日后要替朕多多教导，为朕分忧，明白吗？微臣明白。裴大人，陛下对您寄予厚望。近日陛下可是身体出了状况？陛下已经连续2日起床以后失明片刻，正在暗中征召名医。裴大人，还是请您早做打算。陛下让我提醒您，韩族才是您的倚仗。陛下的话，老奴已经带到，恕不远送了。看来是要变天了。裴大人，柔妃娘娘有请。裴大人，请稍等。娘娘，裴大人，快请进。娘娘，速王殿下。这次咱们动了王后文，算是惹了一个大麻烦。微臣有一些话想跟娘娘讲，烦请娘娘屏退左右。所有人都下去吧。成儿告退。谁也不敢招惹世家，这是事实。不过，也不能完全不招惹，毕竟陛下在看着。办了王后文，表明了娘娘的态度，而后放了其他人，世家才会觉得是娘娘放了他们一马。
若是从一开始就放了他们的人，那世家还会觉得是娘娘给了他们一个人情吗？而且只有这样，才有给肃王殿下收揽人才的机会。若是微臣不做这些，世家还会觉得是娘娘怕他们呢。你说的正是本宫所想。此番会试，裴大人身为主考官，安排几个人上主榜，想必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这些不都是世家子弟吗？为何不直接走推举的渠道？这些人未入族谱，只是跟他们有些关系罢了。娘娘，臣有一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裴大人，请讲。娘娘想要的，到底是一大笔钱财，然后在后宫颐养天年呢，还是说想让肃王殿下走上那个位置？啊，是在下唐突了。不过，这朝廷之上的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世家的人多了，真正寒门之人自然会少。哪些人能够为肃王殿下所用，娘娘应该比我清楚。大夏会试拟于永宁25年10月初10时，此番会试开主榜与副榜，这入主榜者直接留京任职，副榜亦可赴地方州府任职。那能有好位置吗？听闻都是一些闲职。这还是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毕竟入主榜者可直接留京任职啊，就不知道能不能考入了。是啊。启禀陛下，此乃今科入殿试人选。草民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位学子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还请陛下为门生出题。御史力竭冰霜，俗望攀比，家己人族，礼备乐和，详叙交心。农桑敬劝，善施其余不振，上将先于伐谋，未待干戈，俱请金庭之金。名言政要，朕将亲览。华京7大家，除了4大9世之家，剩余的3家今日都来，我这里真是蓬荜生辉。我等前来是为了提前祝贺殿下，从柔妃手中取回督察司，重任督察司司主。王大人说笑了，督察司如今在柔妃和肃王手中好好的，与我又有何干系呢？今日我等过来，就是想同殿下商议，看看我等如何能帮到殿下，重新将这督察司取回来。殿下若是有什么要求，不妨明说。还是郑大人明事理。其实诸位今日前来为的是什么，我心里清楚。与其说是来帮我，不如说是帮你们自己。
马上就要到秋后了，柔妃要处理的官员都要等到那个时候一并问斩。你们不过是想推我上去进行改判，免了自己家里人的死刑，尤其是王大人。让我猜猜你们的心思，柔妃野心大，又对世家心存怨愤，若再不加以阻止，长此以往，怕就是要养虎为患。今日改变的是科举选才，日后怕盯的就是诸位手中的兵、权、粮。殿下看得通透。而如今呢，柔妃有父皇护着，你们要对柔妃动手，就是要对父皇动手。可你们又不愿意正面与父皇对峙，便想要推我出来，让我当个傀儡，操纵我与父皇进行斗争。可是，当傀儡这种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抢着去做呢？殿下误会了，我等来是为了辅佐殿下，哪里敢操纵殿下？你们愿意听我的，